分享一下我平时自用的一些健身好物。第一款蛋白粉，不要错过它，健身前、健身后都可以吃。第二款我们的蛋泵，训练前15分钟吃，让你状态直接拉满。第三款就是我们的肌酸，训练前15分钟或者训练后搭上蛋白粉来一勺，提升力量，提升耐力。第四款电解质水。BCAA 的平替款。第5款，如果是想增肌的兄弟们，不要错过喝米糊。第6个就是我喜欢吃的一个坚果能量棒。这6款你们去试试看，真的对你们健身有帮助。你知道你的肩膀为什么不够圆吗？因为你没有去集中你的后束。你在练后束的时候，一般也就是说你练肩最后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效果。其实后束很重要，它是被低估的一块肌肉。如果你想让它更进步的话，你就把它的训练要往前排。所以蝴蝶肌的反向飞鸟应该是第一个动作啊。这时候你可以用很大的重量。第2个动作，龙门架绳索反向飞鸟，把把手调到与髋部同高，这个立线角度能给后束带来更好的刺激。还有就是龙门架的单臂绳索反向飞鸟，把我们的把手调到我们与肩同高，绳肩往后去压，记得不要去屈臂啊，这样练3头了。现在你知道怎么练了吧？点赞关注，解锁更多健身教学。其实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做自媒体已经失败了6次，你们相信吗？真的，其中有6次的团队来帮我运营我这个账号，但是失败了6次，这一次是第7次。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分享我的故事。第1次的运营是做一个颜值账号，做穿搭账号，没有成功。那么第2次是做个人带货的频播，也没有成功。第3次是做冲哥力量塑形，可能你们都刷到过我的直播，在直播间教大家如何去健身，如何改变自己。因为带货产品的失误，我的直播间被封了1个月，所以就停播了。第4次是做短视频带货，因为一些违禁词的关系，我的账号也被封了1个月，前后封了2个月。当时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。第5次，我想说，要不要我做一下娱播？所以说后面大家看到我在做娱乐主播，甚至跟打 PK， 甚至在直播间跳舞，这些我都尝试过，通通都尝试过。如果你没有尝试，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东西。一路走过来，我发现了，就算你再优秀，你再努力，你不适合，一样是拿不到结果。我很喜欢的一句话：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，是未见之事的实底。什么意思？看到你才会相信，或者说你看不到才相信。信念是很重要的，坚持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也希望能够扎根在健身领域。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我觉得赚钱永远是第2位的事情，第1位永远要做有价值的事情。那么当你在某个领域能够发光发亮，能够做有价值的事情，那么真的赚钱只是顺带的。希望我能够一直怀着一颗温柔、谦卑、感恩的心去做正确的事情。就可能有些人失败了2到3次，可能就已经放弃了。但是我失败了6次，我还是坚持在这个领域上面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肯定、大家的支持。因为有你们，聪哥 Jack 才会越来越好。感谢有你们。如果你有一堆哑铃的话，我教你怎么练小臂。第1个动作哑铃腕举，这个动作呢很好的练到小臂内侧的腕屈肌。第2个动作哑铃反向腕举，这个动作能练到小臂外侧，也就是背面的伸肌。第3个动作哑铃旋转，能旋转100次的话，你们都是勇士啊。第4个动作就是全眼向上的哑铃侧举，做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小臂放在长凳上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固定。最后一个动作哑铃反向弯举，这是锻炼小臂功劳肌的最佳动作之一，一定要握在哑铃的底部，这样小臂肌群就会被迫去稳定哑铃，从而让它在整个动作中都处于高度激活的模式，尽可能的用力抓握，这样不只是功劳肌，整个小臂肌群都会得到大量的工作。这几个动作有用也不复杂，很简单，学会了没有？大家好，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做 hip straight， 就是我们的臀桥。来，如果把我们的腿放在踏板以下的时候，那么小腿跟我们的身体是成90度，那么基本上100%的力量都能够集中在我们的臀大肌练屁股。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脚放在踏板以上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力量基本上集中在我们的大腿后侧的腘绳肌，那么就要看你到底是练屁股还是练大腿后侧。但是无论你把你的脚放在哪里，始终记住一点，就是你的臀部不要抬得太高，否则你的腰很容易受伤，明白了吗？学会了没有？练肩的几种哑铃平举，你们都了解吗？第1种哑铃内旋，虎口朝内，朝前侧方45度举起哑铃，很像前平举，受力点前束跟中束各50%。第2种虎口朝前，45度角度变，举起哑铃时手可略高于头顶，受力点70前束30中束。第3种大家最熟悉的哑铃侧平举，受力点70中束30前束。第4种哑铃外旋，虎口朝前方45度，受力点80中束20前束，有肩峰撞击的危险，不建议作为常规动作哦。第5种哑铃内旋，虎口朝内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三角肌中束上端的动作，受力点60中束40后束。第6种，这是我经常做的提拉和侧平举结合的动作，记得开轴先提后飞，受力点70中束30后束。
一个坐姿划船练到上中下的背部，4个动作我教会你，来用 V 字形的握板，保持中立，略微的挺胸，拉到我们的腹部。这时候练到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中背部。如果要练到我们的下背部的话，那我们的身体要略微往后去做，拉到我们的下腹部。如果要练到我们的上背部的话，把手拉到胸口的位置。如果要练到我们的背的宽度的话，我们就要去做含胸、低头、拉到中间。4个动作，上中下的背部，还有我们的背的宽度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健身真的会脱发吗？其实健身跟脱发是没有必然的关系。你看我头发挺茂盛的，脱发主要是一个遗传基因。大部分脱发的人他都是雄性激素脱发，体内有一个高表达的一个雄性激素受体，这个激素受体跟 DHT 双氢睾酮结合之后，就会导致脱发的一个发生。你看普通男性当中10个有2个是脱发的，身边肯定有脱发的，所以脱发是跟基因有关系的。其实常规的健身是不会导致脱发的，但是2种情况除外。一种就是他们有非常高强度的健身，这种人群体内的激素水平还是会略高一点，就会加重他原本的脱发的一个过程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他会使用一些不正规的健身补剂，导致一些有激素的会导致脱发加重的。如果你没有脱发基因，那么再怎么练就都不会脱发的，甚至是使用科技也不会脱发。但是用科技脱发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有脱发基因，它睾酮高了，脱发就往前提前了，并不是科技导致脱发。所以你不要再有健身脱发这个困扰了。你没有嫁出一川屎，你再怎么练都不会脱发的，相信我。如果你两边的肌肉不均衡、不平衡，一边大一边小，一边有力气一边没力气，来，我教你个办法，不要用杠铃，用完全一样重量的哑铃，而且不要用太重的啊。当你做完正式的一组的时候，1、2、3 ，OK， 把强的那一边放下，弱的那一边再做5到6个。对，头里也是啊，左边5到6个。久而久之，你弱的一边肌肉就会追上你强的一边肌肉，学会了没有？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东西，如果你在运动之后感到乏力或者是疲劳，很有可能是你体内电解质流失过量。我们看到运动员在比赛中喝那些5颜6色的饮料，其实呢就是在补充电解质。今天我教大家一种好喝又方便的自制电解质的办法，这是诺克兰的电解质粉，这一袋呢能冲500毫升的水哦，这一盒里面就有6袋，酸酸的甜甜的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去喝5块钱一瓶的电解质水了。Whoa.